你們知道嗎？現在上海至少有1/4的家庭呢已經破產了，他們的負債已經遠超手裡的那點資產了。大多數人是因為過去幾年在高位買了房子，但後來房價暴跌了，經濟下行了，很多人工作出了問題，生意呢也出現了危机，賺不到錢了，也就還不起貸款了。越來越多人呢還不起房貸，越來越多人開始選擇斷供。我們小區的房子從最高價的時候720多萬一套，到現在能賣到400萬就挺難的。上海现在最惨的一批人已經出現了。跟大家說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，其實我們身邊有很多人已經開始還不上房貸了，哪怕把房子賣掉了，他也還不上，還得掏個幾十萬出來。再這樣下去啊，肯定會出現很多問題啊。現在很多客戶他們上班的工資啊也開始減薪了，有的還面臨裁員，做生意呢也不行，經濟環境也不好。中國樓市下行的趨勢已經無法掩蓋，上海曾經被視為是全國最堅固的房地產堡壘，如今呢，也在暴跌的浪潮中摇搖欲墜。二手房市场尤為慘烈，部分區域房價接近腰斬，昔日的資產保值神話正在迅速瓦解。對於許多中產而言，房子不僅是居所，更是財富的核心與身份的象徵。然而呢，當市場逆轉，裁員潮與失業潮疊加，他們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個無法逃脫的陷阱裡，房子賣不掉，貸款還不起，生活質量急劇下降。不是閔行現在的房價都掉得這麼慘了嗎？我今天早上差點真的沒有被氣死過去。我15年460萬買的衣食府房子，我當時8萬左右1平米吧，我心裡面想房子肯定會越來越漲的。那個時候確實我們晚入手2個月就漲了10萬，這2年啥事都沒幹，直接虧了200萬啊！今天早上一個小區裡面的同一個小區業主跟我說，現在這個房子要能賣到260萬就不錯了。哎，我們整個閔行就咱們建新城掉得這麼嚴重嗎？除了咱們小區，你們小區掉了沒有啊？我就是弱的問一下，你們掉了嗎？這位博主在上海買房才半年，就遭遇了失業，瞬間壓力倍增。今天是被老板約談後的第3天，這2天心裡五味雜陳，輾轉難眠。方面是難過即將離開工作10年的公司，另一方面是今年3月份我們在所有人都不看好樓市的情況下，頂着壓力買了上海郊區的3房，總價500多萬，光貸款每月就要還1萬。大家都說，對於我們這種外地剛需族，前5年不敢生病，不敢失業，不敢旅遊，不敢停下來，是真的。很遺憾，沒闖過還貸第1年，就遇上了公司效益不好。博主說，當初買房時，他想着自己的工作還算穩定，至少還能再幹5年。等到那時，孩子也上小學了，學區問題就解決了。可誰料到生活中的意外總是來得猝不及防，一想到房貸與孩子教育的這2筆固定開銷，他心裡滿是焦慮。等孩子再大一些，學英語、打籃球等支出都會很高。他坦言自己並不是在制造焦慮，而是想提醒大家，在還能賺錢的時候，一定要盡量多存一些錢。我們的首付跌沒了，當初花300萬買的房子，樓上鄰居竟然200萬不到就入手了，沒想到2年時間100萬就這樣沒了。前2天我發了一個視頻，說我們買的房子跌了1半首付，然後很多網友都說，在上海像我們這個地方的房子至少跌了100萬了。我不太敢相信，也不能接受，因為按照之前我在網上看的掛牌價，跌幅是沒有那麼多的。直到我斗膽去找樓上剛買過來還在裝修的鄰居去求證了一下，最後懸着的心終於死了。同樣的戶型，同樣的面積，他們不到200萬就入手了。博主說，他與鄰居聊完後心裡直發涼，沒有想到掛牌價和成交價之間竟然差距有這麼大。短短的2年時間，100萬就這樣打了水漂，說不心疼那是假的。2023年他們在上海買房，本以為是幸福生活的開始，卻沒想到成了一場資產縮水的噩夢。有人勸他說，既然是剛需自住，只要不賣就不算虧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每當看到房價一再下跌，他心裡總是忍不住陣陣的作痛。又有人建議趁現在還沒有跌到最低點，趕緊賣掉止損。可現實卻是，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之下，誰又願意接盤呢？上海3年的時間，房價跌了多少？我可以明確的告訴你，內環內的房子3年跌到30%左右。
中環跌到40%左右，那麼外環基本上跌到50%。這就是我們2020年在上海花費320萬購買了一套單價4萬多、面積不到90平的2室1廳房子。該房子有獨立廚房和衛生間。購房時首付50%即160萬，剩餘160萬由商貸110萬、公積金貸款50萬組成，月供大概9000左右。如今同小區同戶型的房子，中介掛牌價僅250萬，相比當時的供房價，虧了70萬。博主感嘆道：“我們這一代的80後、90後成了房地產的韭菜。如果晚幾年買房，用同樣的錢就能買到更大、更好的房子。”也不用再為置換操心。不過，雖然房價下跌，我們虧了不少錢，但至少在上海有了屬於自己的家，孩子不用跟着四處搬遷，在陌生的城市裡，也終於有了一盞屬於自己的燈，能為生活帶來一份安定。也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剛買了房就失業了。去年3月份，和我老公花350万，在上海外環外買了現在居住的老破小。結果8月份裝修剛結束，就收到了公司的裁員消息，而且至今沒有找到工作。剛買房那會兒還沉浸在裝修完入住新家的喜悅中，沒想到打臉來得這麼快。想想外債一堆，貸款100萬，每月還着1萬多的房貸，就無比的焦慮。現在老公每月的工資都用來還外債，公積金裡的錢還可以覆蓋目前的貸款。博主說，過去他花錢如流水，常常是隔3差5就在網上買東西。如今消費降級，日常開銷都得是精打細算。儘管是如此，他依然相信總有一天會撥雲見日，迎來轉機。8年前在上海買的房子居然跌了2/3。我們在2017年5月份，為了給即將出生的寶寶落上海戶口，帶着東拼西湊了60萬首付，在上海市嘉定區外港鎮買了總價150萬、不到60平的小房子。房子成交價將近145萬，加上各種稅和中介費，累計超過150萬。這個房子我們去年80萬賣掉，沒想到今年在看房軟件上看，掛牌才62萬。博主感嘆，他們賣房直接虧了70萬，再算上6年多的利息，總共損失接近100萬。时代一粒沙落到我們個人頭上，就是一座大山。我那個失業的同事斷供了，我也是今天早上才聽到這個消息。他呢是在我們的第2輪裁員中失業的，以前工作好，收入也高，也買了房子，當時價錢還不低。我記得他跟我說是首付了60萬，貸了140萬，每個月月供是8000多。博主說，看着昔日的同事從穩定的生活跌入困境，他的心裡充滿了惋惜。房子曾經是他努力工作的象徵，如今卻成了沉重的負擔。失業不僅意味着收入的中斷，更意味着生活秩序的崩塌。這位博主在2020年花了300萬買了一套房子，如今這套房子卻只能賣到200萬，短短的5年的時間就虧掉了整整100萬。前幾天我弟跟我說，趁你這個房子現在還能賣個200萬，你要不就給他出手了，先租一段時間的房子住，然後後面等這個房子再降一降，就過幾年的時候你們可以就換一個電梯房。我這個房子是在6樓，也沒有電梯，爬上來確實挺累的，等我們年紀大了，可能后面也會換電梯房。我內心的想法是把這個房子賣了，帶孩子去一個不卷的地方生活，比如說新疆啊，但是這個人不行，他不行，他說這個房子不能賣，這個房子是他的根。今天看到了一則特別扎心的視頻，是一位客戶在諮詢一位老師，他說21年貸款700萬，在上海市區買了一套1200萬的房子給兒子做婚房，因為兒子是留學回來的，比較優秀，再加上自己夫妻2個呢，單位挺好的，收入也不錯，想着房價還會再漲，所以還是蠻有信心的。到22年的時候，寶寶出生了，非常開心，當然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啊。博主說，到了2023年，單位效益不佳，工資直接下調。到了2024年，兒子所在公司情況也不好，最終被裁員失業。如今每個月房貸壓得一家人幾乎是喘不過氣。這套房子如果要賣掉，至少要虧損500到700萬。可是呢，如果不賣，生活又難以維持。一家人因此陷入了極度焦慮。於是他們去諮詢老師，希望能夠得到一些建議。沒虧多少？現在
就是順應市場行情的，我也没想着多少。房子面積是121平的啊。房產面積是119.2。原價是多少錢？原價當時應該是720萬。準備虧多少？現在？就是順應市場行情的，會碼不要太多就行，最低只能接受495萬了。我裸辭了，在上海背200多萬的房貸，你敢裸辭嗎？猶豫了3個月，最終還是下定決心裸辭了。昨天老公司辦理了離職手續，今天新公司就已經入職了，無縫銜接，1天都不敢休息。我是互聯網公司做銷售的，收入也不是很穩定，主要的話是靠業績提成。業績好的時候的話，底薪加提成1個月也能拿個2、3萬，但如果業績不好的時候的話，加班累死累活，1個月也就幾千塊錢。博主說，今年公司業務轉型，他的工作難度一下子比以前大了許多。雖然他努力堅持了3個月，但始終沒有看到明顯起色。他坦言，像自己這樣的拖家帶口又背着房貸的人，實在是耗不起。於是他決定換個平台再拼一把，希望加入新公司後一切順利，能夠盡快進入狀態。網友才哥告訴記者，他在2017年花了220萬在上海買了一套房子。今年因為上海生意難以維持，壓力過大，他打算賣掉房子回湖北老家。他說，昨天我去中介掛牌，總價還是220萬，折合下來單價差不多是26000一平。晚上中介打電話通知我，第二天上午10點有人來看房，客戶看着還挺滿意，但價格沒有談攏。才哥透露，買家一開口就直接砍價60萬，這讓他非常難受。雖然現在行情不好，但買家說最多只能出160萬，你賣不賣？這樣算下來，單價就跌到了1800一平了。當時我整個人都懵了，最終買家還是沒再多說，直接離開了。他強調自己房子位置不錯，周邊有小學、中學，交通也很便利，公交和地鐵都很方便。房價剛開始下跌時，同類房源最高能賣到3萬多一平。才哥無奈地說，如果砍個20萬還能夠談一談，或許還能成交，可是一下子砍到60萬，實在是受不了。上海市民李芳告訴記者，他在中環線附近有一套1室1廳的房子，1年之內房價從380萬跌到240萬，這樣的暴跌讓他難以接受。不僅普通住宅遭遇重創，豪宅市場同樣難以幸免。房產博主明月好房在節目中透露，一套曾經接近1億的豪宅，如今成交價只有4000多萬，跌幅將近1半。他感嘆，很多人以為豪宅不會貶值，但當業主急於賣房時，也只能是大幅讓價。近年來，上海房地產市場持續走弱，房價不再堅挺，成交量也是明顯下滑。房地產疲軟不僅影響了購房者，也波及到了街頭的商鋪。隨着消費力下降和人流減少，許多店鋪難以維持經營，紛紛關門。不得不說，上海人確實是有錢任性，大周末的，商鋪都放假關門了。這是在離區中心1公里的地方，還是小區外面的臨街商鋪？這就是上海市最繁華的地方嗎？這跟我們鄉鎮差不多啊！你看這商鋪全部倒閉了，這不會是要拆遷吧？這塊你看破破爛爛啊！浙江中路出租出售，應該不是拆遷啊，可能就是租金太貴。這哪是外灘啊？這不鄉下嗎？我怎麼感覺上海的經濟比那些2、3線城市還要差呢？我這個臨街的商鋪啊，都空置了好幾個月了，問的人呢不少，一說價格壓了又壓。那些做大生意的老闆是不是都離開上海了呢？你們都去了哪裡呢？是回老家做生意了，還是去了其他的城市發展呢？上海最快的关键記錄今天終於誕生了啊！5天，就5天的時間，我們去看一下到底怎麼回事。5天的營業額做了800塊錢，還不夠付水電費的。1個禮拜不到，今天就喊強哥過來把設備都收走了。老闆從朋友的手裡轉過來了這家店，設備都是用的2手的，裝修也是現成的，不愧是做生意的天才。但是第1天營業額為0，第2天的營業額還是為0，第3天受不了了，做了營銷，朋友過來支持了2桌。朋友過來是給你面子，怎麼好意思再收錢？於是第3天的營業額還是為0，又撐了2天，終於做了800塊錢。博主說，老闆算了一下，還不夠付水電費的，
於是今天果斷喊強哥過來，把設備都收走了。平時我都沒有怎麼注意啊，今天我才發現，就我們這街邊好多的店都關門了。我丟！你就像這家吧，前段時間還在搞開業活動，一幫人在門口跳舞，這就旺鋪出租了直接。然后你看那邊這一排都關門了，出租。然後這個店更逗，這個店我記着一開始好像是燒烤，後來換成了鐵鍋燉，然後又換成了炒菜，然後現在又成了農家院燉大公鸡，又成鐵鍋燉了。就感覺這些開着的底商換的都特別快，差不多是1個月換一家，太恐怖了。博主說，這家理髮店他之前還在這裡辦過卡，到現在不過是1年多，已經換了好幾個名字了。店裡老闆一會兒是小伙子，一會兒換成大叔，再過陣子又換回小伙子。如今做生意的實在是太難了。樓下這條街不過是200-300米，卻擠着7-8家超市。您說這樣的競爭能撐得下去嗎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